要取得一个女人的心，必须得管好她的胃。我看看你打算什么？管好我的胃。我最讨厌吃苦瓜了。是这样的，极客飞行呢，经历这么多的挫折，终于呢，被科技大会看上了，所以这是苦尽甘来。我说过让极客飞行成为航天内的笑柄，为什么他还可以有资格参加科技大会？八太，你们准备出货了？这么多年了，什么场面我没见过？什么局面不是我一个人顶在前面？我什么时候逃避过？现在只不过出现了一些计划外的人和事，你就让我出去避一避？你疯了！科技大会可以是极客飞行一个光鲜的亮相，也可以是一个丑闻。早不报晚不报，为什么偏偏选在今天报？你意思是他们针对的是科技大会？没错，在这个时间点报，小乔就会成为众矢之的，到时候没人会在乎你在台上说的是什么，他们只会逼问你，代码泄露了，极客飞行还拿什么立足？他们就是等着看你出糗，好拿到一个爆人眼球的新闻标题。极客飞行代码泄露的问题，你猜的没错，就是安宁搞的怪。郝杰查到了关键性证据，足以证实我们之前所有的猜测都是正确。你一个人去吗？有些事情得我自己去了解。你在台上说的话，我会听到的。替我谢谢安妮，她逼我做了一个我很想做，但是又迟迟不敢做的决定。小心。开放 Phoenix 系列的代码，所有无人机的从业者和爱好者都可以无偿的使用这些代码，研发新的定制产品，让更多人实现自己的梦想。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极客飞行。不要看，你灵感的爆发刺痛了我的眼睛。能过来看一下吗？看什么？看一下。8个螺旋桨，4只机臂，还有1位乘客，这是什么奇思妙想呢？这是我一直梦想要做的载人无人机，这是未来空中的智慧交通。一个猎人已经满足不了你的野心啦。你不是说让我做一个谁都没见过的吗？我觉得飞行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，所以我想打造的是一个系统集成的空中生态圈。交通、旅行、物流、医疗都是这个生态圈里的关键部分。概念强大，技术成熟，但其他的客观条件的限制，你有没有考虑过呢？你指的是？我指的是停机坪，停在哪里呢？你飞行的航线会不会影响其他客运的运作？一个庞然大物，怎么成为一个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呢？所以我在想，我们是不是可以采用垂直起降和倒 U 型的飞行航线，这样就不需要机场跑道那些传统的基础设施了。如果在设计上
可以做成折叠的，那就节省了日常使用的空间。你笑什么？没有，我发觉我们两个的大脑构造有点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你里面装的，就是智慧科技，我里面装的都是那些，啊，咱们每天打着飞的去约会，什么时候会变成现实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不要把对我的幻想投放在其他男人身上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说，不是其他的男人都好像你的男朋友这么会开飞机啊！你的自恋引到了我飞机的关键问题。我的无人机最关键的呢，就是要自动驾驶。早晚有一天，它会像现在的汽车一样普遍。不过你倒是说对了一句，只要拥有了我的184，每个人都是飞行员。什么是184？一个乘客8个螺旋桨，4只机臂。你要笑什么？我有点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担心资金链，还是担心我们的意识太超前？啊，不是，我担心我们将来的孩子，有这样的一个科技妈妈呢，压力确实很大。压力大的应该是你吧？压力就是动力嘛。我在想，我们将来的孩子会有多完美？他第一，继承了你的智慧；第二，继承了我的什么？颜值。不打扰你了，好尴尬。你慢慢做你的184是吗？啊，184。啊，再见。你们一定都猜不出我们猎人项目服务的第一个客户是谁。文总，你都用了“服务”这个词了，说明这人是个大 VIP 啊。所以到底是谁啊？上次科技大会上，小乔推出了猎人概念机，成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，被列为重点推进项目。他们决定在资金上支持我们猎人项目的研发。哎呀！可对于我一个单身女性来说，也就事业上的成就感能给我一点小欣慰了。一个人挺好的呀，自由自在多潇洒。两个人出去吃个饭、看个电影，还得互相妥协，多麻烦呀！对，是。这话可不是这样说的啊！就好比今天，这么重要的一个好消息，我肯定得给大家放个假。那是，让你们都去谈谈恋爱呀，看看家人啊，是不是？对，是吧？哎呀，可是我呢，我一个人，这休假就等于浪费生命，因为我除了工作就无事可做啊。浪费了！哎呀，你看看，你们温总就是这种事业型的女强人，把有限的时间都花到了工作上面。别灰心，我觉得你这样做是对的。可每天工作很辛苦的，偶尔也需要放松一下，是不是啊？劳逸结合，得轻松。上次我们去了电玩城，还挺有意思的啊，再去玩2节。说实话，你要真想去，找个周六周日，我帮你把郑浩给约出来。他玩的比我好，你跟我玩不痛快呀。等会儿，你刚才的意思是说，今天要给大家放一个假？啊，对，放假。听到没？温总说今天给大家放一个假，要是没什么事了，那你们就撤吧。那个温总，我先走了。小 Q 不走吗？我等老秦。好，拜拜。谢谢温总。走。谢谢温总。文总，那个，温总，你要是真想约长哥，就应该找个没人的地方跟他说清楚。
长哥那脑……哎，约会这种事，对不对？约会这种事怎么能让女人先提出来呢？他常见熊是什么人？你跟他说他不明白，你不跟他说他更不明白。他对于感情那个敏锐度，那真是油盐不进，软硬不吃。他就是那种无缝淡里的魔。公子人家还想不想要了？跟你们这种天生就不懂女人的人，我就没法聊下去。看来一个女人最大的天敌，不是年老色衰，也不是16岁的少女，而是直男大脑。文总再见。啊，那个文总再见。什么事儿非得见面说呀？猎人得到政府的支持，他们决定全力赞助我们的项目。什么时候对接啊？不着急，下周吧。那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没有。哎，南桥，我现在正需要人安慰的时候，你就这么走了？你出什么事儿了？不是，商务上面的事情，我也帮不上你的忙。技术研发不是下周才对接吗？我这2天要点私人时间呗。你是幸福了，可我们还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呢。欧阳琦跟郝杰那是自己不想捅破那张纸，人家谈着恋爱呢。你1事业没有危机，2感情没有难题，你出什么事儿了？我的感情问题啊，很严重。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。谁啊？常建雄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应该是从常建雄回来的第1天就开始了。原来是不是老在他面前说常建雄坏话？只不过说常建雄这个人蛮劲儿多，巧劲儿少。那是他为人踏实，不耍花招。还说他这个人缺乏幽默感，做事固执，不懂情趣，不会浪漫，这叫安全感。你瞧，你吐槽那些，在温迪眼里那可都是……在我眼里啊，这都是与众不同的优势。我的天哪，温迪，你这是没有底线的盲目崇拜，这不符合你的人设呀。可现在问题是，他完全就不接我的招啊！人说3分就能理解的话，我说了9分，他硬是不接茬。你这么投诉常建雄，我可就不爱听了。你自己不是刚刚说了吗？这都是我们常建雄与众不同的优势。对。乔儿，我能追常建雄吗？常建雄又不是我的，你不应该来问我，你应该去问。问谁？你自己。你喜欢这个男人，你就应该去追啊。你是我们3个里面最有主见的。你的问题解决了吧？能放我走了吗？真的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准备。我也有事儿，我要回去收拾行李。你去哪儿啊？我要去跟郝杰自驾游。哇塞，你们俩这狗粮撒得太过分了吧？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！吃点再走。
你不觉得两个男人坐在咖啡馆有点别扭吗？很奇怪。是很奇怪呀。你有不陪朋友去打靶？哎，比比，我快到了，等我一下啊。你说什么？不好意思。我说要不要我们去攀岩好不好？不行，我约了南桥。你可以约温迪。他正好找南桥，说他没事干。你们两个正好凑成一队，跟我们一起冲。哎，等，你千万别告诉温迪我和你在一块。为什么？我就是推了他的约才找的你。你为什么要推了人家的约呢？他一会儿让我去带他去游戏厅骑那个什么摩托，一会儿又让我教他那个骑平衡车。平衡车我教过一次，花了大半天的功夫骑不了5米，还害得我跟他一起摔了好几跤，太费劲了。哇，这个女人高，她找到一个完美的借口跟你有身体的接触，说不定她骑车的技术比你我更好。不是什么意思？故意的。很明显是故意的，好吗？这样才有机会多摔你怀里头几次，好不好？你看人家多用心。不是这用哪儿用心？你是不是傻呢？你感觉不到是吗？以你这个觉悟，怪不得追南桥追了这么多年都追不上。我什么意思？挑事儿是吧？不是。我只是说温迪是个懂技巧又成熟的女人。你们两个都不配，想不通她为什么会爱上你。我就爱上。不是聊天的时候你能专心一点？我到了 ，OK。还有问题吗？我来了 ，baby。马车马上就到，不要着急。
谢谢，谢谢你懂我。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，你的将来我一定会陪伴。只要从现在开始，你是我一个人的强大就好。Welcome to my lucid dream。这是什么套路？每款鸡尾酒都应该有它专属的名字。什么女人呢，就喝什么酒，这个就是你的味。所以名字？独家记忆。独家记忆。独家记忆。喝下去的时候有一点酸，后味呢有一点苦。哇，用酒在投诉我。也是，我们第一次在这碰面的时候，我好像就喝多了，吐了你一车。明明是早晨起来晨跑锻炼，但又不小心压断了你狗的腿。你陪我去山里试飞，结果我们一起被困在山洞里面。想想我们在一块的时候，还真是没有什么太美好的事情。还有我在这里，把手环弄掉了，也是带给你不美好的。这个手环，我不想再修了。所以呢，这次戴上以后，就不要再摘掉了。生日快乐！这大老远的，请我们来这儿吃狗粮啊？那不然去哪儿吃？我给10月过个生日，你们俩来干嘛呀？这才什么时候啊，就你们我们的了。都说谈恋爱的女人智商为零，我看你们啊，连情商都为0了。你们俩能不能学学人家郝杰和欧阳琦，看看人家多有眼力劲儿。他们俩自驾旅游玩的正嗨呢。所以说啊，有意思的地方多了去了，你们俩为什么非得来这儿啊？我们可是正式被邀请来的。哦，对，我本来是打算请所有极客飞行的员工们都过来，可以庆祝一下。但是我想了一下，我还是不想他们呢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。我怎么了？一心只忙着谈恋爱，无心正事。哎，你错了，我就是他的正室。你们俩现在就是像一对冲动谈恋爱的小情侣，受不了你们了！喝酒喝酒，哎，倒酒。就为你们俩的冲动干一杯。哇，那你们每天都得为我们干一杯，我们每天都冲动一次，真的好。来，干杯！生日快乐！10月啊，又是弹吉他装琴声。想当初在特训营，你就是这么给女教官哇
生日蛋糕呢，必须要趁热吃，不然凉了对身体不好。你记不记得你和女教官那天说了什么，让我们少跑了5公里？什么女教官？我没有啊，我只知道你每天晚上都跟着人家。不是，你跟我这个教官哦。我说，今年这个老战友聚会你还真不去了？不去不去，就剩这几个人了，聚什么聚？这人啊，越来越少，我们才更应该聚会，直到最后一个。你说每年的聚会吧，啊？哎呀，不是谁走了，就是谁病了。聚会，啊，每年都聚不齐，会不着面，你说这有什么意思啊？活着的人呢，就是唠唠叨叨的，聊聊谁先走的那些战友们，没意思。什么叫走了？医生宣告没有了，出了殡了，下了葬了，这都不算离开。那叫什么？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在记住你，也没有一个人在在乎你曾经来过。这才算是彻彻底底的离开喽。离开就这么容易啊？说走就走，没个招呼，也没个享受。老常，我觉得啊，人活着反而是一个最奢侈的一件事情。哎呦，我说啊，这南四都走了这么久了，怎么一说起儿子来，你瞧瞧你，就像那小媳妇怨天尤人。哎，能不能拿出点那个首长那个英姿飒爽的风范？在他们面前啊，我永远不是首长，一个父亲，一个不称职的父亲。哎呀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抱怨我对南桥不公平也好，啊，说我是死鸭子嘴硬也好，我只能是做到这些啊，开门，守着家，照看好我女儿和孩子们养的这个每一棵花草，这是我们家全部的回忆啊。我现在想的呀，就是怎么接近我的儿子。哎呀，我看呀，将来咱俩还是结伴一起去养老院吧。养老院好啊，人老了都要自力更生啊，自己管好自己，别拖他们的后腿。你当了一辈子的领导，别人伺候惯了，你当然考虑的是不拖别人的后腿啊。可我是辛辛苦苦半辈子打下来的半个家业呀，我不可能。哎，你知道人老了是什么标志吗？什么？怕花钱，怕死，不睡觉，跟你现在的症状是一模一样。唠唠叨叨的，你真是。哎，不过你今天说了一句话很对。什么？儿孙自有儿孙福。娘你娘气的，直接洗把脸不就得了？
有时候真的很担心你爸爸。为什么呀？生了个智障的儿子，以后怎么接管他的事业呢？来，拿去。有时候我真的分不清你是真傻，还是假傻，还是在装傻，还是在装可爱的傻。请翻译成人话。说人话你听不懂了，好吗？我问你啊，觉得问题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哪里好啊？皮肤好，性格好，还是身材好啊？肤浅。我还没说到肤浅的问题呢，看着我，好不好？想什么呢？那就好啦。犯神经病，他好不好？这茶喝多了，满肚子水。怎么着？你还想喝出一肚子黄金来啊？哎，得，我这顺口一说，跟你出来还真没劲。哎呀，叫你出来喝茶呀，就是想让你静静心。面对工作要静心，面对孩子也要静心。哎呀，咱们俩就这么把年纪了，这个心脏啊，本来就年轻人比咱们强壮。再静心呐，这心可就真静了。老要张狂，少要稳重。哎，我说，你这不经意间说出一句真理啊！要不，我带你去玩点那个刺激的新花样。哎，你说，咱们这老人们，除了喝茶、看报纸，啊，钓鱼，哎，就是也没点刺激的事情啊。你说，这孩子们的夜生活都干什么呀？你看什么呢？星座，现在孩子们都兴这个。你看啊，8月份，狮子座。听着啊，尝试学点新东西，接触一下你没有接触过的新鲜事物，说不定会有好运气，啊！真的假的？哎，狮子座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这就别管他了。哎，要不然我带你去那个最有名的酒吧，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夜生活。酒吧？喝茶的这儿。上炮，喝了走。哎，那不是他们几个吗？哎，我那臭小子身边的女孩谁啊？小乔公司的吧？嘿嘿，这姑娘不错啊，一看那面相就是个好女孩。小乔身边的男的是谁啊？我得去查查，看哪个混小子敢对我女儿下手。你不是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吗？
不是不管了吗？我这是把关，我不是管。哎，啊。喂，这酒后劲还挺大的。喝这么多干嘛呀？哎，喂，哎，这里不能吐啊！哎，哎，好难受呀，好晕啊！走不动了，走不动了，怎么办呀？你把我下来呀！你把我下来！好香啊！哇，谢谢石先生。以后就我来负责赚钱养家，你来负责貌美如花的。不要。谢谢。试一下。好吃吗？嗯。嘿嘿。外公，这电梯里没线。哪屋啊？不知道。快点！正不正嘛？你怎么来了啊？小野，干嘛呢你？爸，您怎么来了？别躲了，我已经看见了，出来吧。叫什么？诗月。什么月？就树荫的月，跟咱小鱼的名字差不多意思。叔叔你好。对手公司的人，怎么在我女儿家？他是我派到对手公司的自己人。啊对，还有拜托他帮我照顾这3个这么可爱的狗狗。穷人养狗，你怎么能有一副男主人的样子？还在我女儿家求了顿饭吃。求人得有求人的姿态嘛。还有这顿饭是我做给他吃的。嗯。行啊，你们吃吧。我女儿家地儿小，养狗呢，太憋屈，住人也不方便。啊，正好呢，我这地儿大，这样吧，我替你们养几天，
你这狗子叫什么？啊，这个是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。哦，来，老大，行。走。把那给我。他常见熊是什么？你跟他说的不明白，你不跟他说的更不明白。他对于感情那个敏锐度，那真是油盐不进，软硬不吃。他就是那种无缝但里的魔。公子人家还想不想要了？跟你们这种天生就不懂女人的人，我就没法聊下去。看来一个女人最大的天敌，不是年老色衰，也不是16岁的少女，而是直男大脑。乔儿，我能追常见熊吗？常见熊又不是我的，你不应该来问我，你应该去问谁？你自己。10月啊，又是弹吉他装情圣。想当初在特训营，你就是这么给女教官。哇，生日蛋糕呢，必须要趁热吃，不然凉了对身体不好。你记不记得你和女教官那天说了什么，让我们少跑了5公里？什么女教官啊？我没有啊，我只知道你每天晚上都跟着人家。不是，你就是我的女教官哦。这酒口劲还挺大的。喝这么多干嘛呀？哎，喂，哎，这里不能吐。哎，好难受呀，好晕啊！你怎么来了啊？小野，干嘛呢你？爸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女儿家地儿小，养狗呢，她也憋屈，住人也不方便，啊。正好呢，我这地儿大，这样吧，我替你们养几天。哎，你这狗子叫什么？啊，这个是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。哦。来，老大，行。走。把那给我。来。走。外公，人家都没说答应你就把狗牵走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这不是有现成饭吗？咱们饭还没吃，先吃完再走。他厨艺真不错。你什么时候吃过？为什么要养德牧？君权常情。我帮你开门吧。走，听话啊！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这边，这。走。你担心狗啊？我是担心你。你担心我什么？我爸这个人一旦出手了，绝对不会留后路的。怎么？我觉得咱爸是非常非常仗义的人。第一次见面就把我们中间的单身狗带走，以后我觉得我跟他的沟通肯定没有什么障碍，还可以做好朋友。厚脸皮，你等着。好朋友啊？你等着吧。你觉得有点像你爸吗？嗯？我有点像你爸。明明该是场火星撞地球的武打场面，哎，怎么就变成温暖助人为乐的吻戏了？外公，你是不是怕了呀？你不懂，今天我们来啊，不是示威，是震慑。有什么不同啊？示威是要靠拳头说话的，震慑是要靠智慧先行。再说了，你小姨又在场，
也就是问出来，说的也是假话。高，真高！原来这3条狗是人质啊！哇，狗质。对，狗质。走。走。温迪姐，你不仗义，昨天石总过生日，你怎么不带我去呢？都是有主的人，你去干嘛呀？那清醒梦境那么多好男人都有主了，没别人，就我们4个。那长哥也有主了吗？常建雄要是会跟女人谈恋爱，那全天下的母猪都该会上树。郑浩跟我说过，趁人之危是最好的恋爱方法。长哥现在正是孤单寂寞的好时机。哎，你说常建雄啊，他不光笨，关键时刻还怂。他明明很有肌肉啊，肌肉越发达，大脑越萎缩。哎，昨天晚上那么天时地利人和，昨天晚上，你俩有情况。你们俩怎么回事？告诉我吧。哎，小安，我警告你啊，千万不要被男人的外表所迷惑了。可是他不只有外表，他还有个好爸爸。这有什么关系啊？说不定到时候他的好爸爸就成了他的短板了啊！有钱就少情，有权就少义，富二代可不是什么好词儿。你那都顺利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这儿现在好像是有点麻烦。你听我说啊，我这儿这样，我稍后打给你，稍后打给你啊。哎，对不起，等一下。常建雄真的那么差？您是？啊，我就是你说的常建雄的短板。对，他的好爸爸。啊，伯父，我刚才不是说您坏话，对，我刚才是说了常建雄坏话，可是你也知道这，有时候人是因为喜欢一个人才。别紧张，别紧张，我是你的人。你知道吗？常建雄的爸爸竟然主动来找我。啊？找你干嘛？你们俩还没成呢，就有家长跳出来反对了。人家常爸爸那是神助攻，跟你们家老首长的风格可是完全不一样。哎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他竟然主动提出要做我的内应，让我以最快的速度拿下他们家傻儿子。羡慕你啊！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你爸把3条狗带回去之后，下一步有没有什么新的动向？没有，好几天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太吓人了。我觉得这是老丈人肯定女婿的第一步。No， 你不了解我爸。我觉得这是暴风雨来之前的平静。我这边是万事俱备，只欠常建雄。你那边是郎情妾意，就多一爸爸。你看人家郝杰跟欧阳琦活得多自在，这出去玩多长时间来不回来？你说我要不要学学郝杰？好娶。我支持你。像常建雄这种慢半拍的人，就得采取强硬的手段。爸。哦。什么情况？我爸要见诗月。好事儿啊！你爸要主动出击了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这可好娶不了。我还是智取吧。你送狗粮都送了3天了，
一点动静都打探不到。你这是在搞什么呢？我昨天刚从南部分回来。怎么样？我从来没见过南部夫这么狼狈过，满院子追着你的3条狗跑，训了一辈子兵，最后折在了3条狗身上。不是毛兆。那就太完美了。我只需要用3条狗，就可以试出岳父大人对我的真心啊！什么鬼？你知不知道你这3条狗把南家霍霍的狗不轻啊？霍霍的不轻，但还不把狗还给我，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？以德报怨。爱屋及乌。狗都能禁住了，你觉得人还会有多远？你真是太天真了。我现在可以确定一点，狗都进家了，离你还会远吗？当然，当然。我们第一次见面纯属意外，但你知道吗？意外有意外的好。这时候给大家一点空间，一点时间，让我们第2次见面的时候呢，有一点心理的准备。那你第1次试探的结果呢？非常好，我特别喜欢这个老头，人善良，人好。反而我有时候觉得他的样子跟我有点像，有没有？那就祝你好运。哎，放心吧，肯定好啊。喂，喂，等等。对了，还是得劝你一句，好好做心理准备。不是，他刚刚发给我。怎么突然间说要见我？是出了什么大事吗？你之前不是一直心心念念的要去搞定我爸吗？可是我现在还没准备好。我希望可以。我爸最讨厌临阵脱逃的人，其实他很好哄的。他老说那句什么，男人要敢说敢言，不能卑躬屈膝。继续说，多给我一点参考。他挺喜欢我姐夫的，为什么呢？啊，我姐夫服管，简单吧？那你姐夫第1次见爸穿什么衣服呢？我已经打电话问过我姐了。会不会太热呢？一定能成功，加油！欢迎。喂，流汗怎么办呢？在你爸面前。我帮你擦，我帮你擦。啊？哎，喝点啥？爸。常伯伯也在。哎，回来了。伯父。啊。我带了礼物给你。我的狗还乖吗？我们俩又见面了。会打双生吗？会一点。走吧。走。会议，不好意思说会议。老常，你坐那儿。好。你坐在我对面。好。你坐他旁边没有用，出不好牌我照样骂他。您着急忙慌的把我们叫回来，就是陪您打牌啊？官牌不语，这是规矩。小勇，发牌。好嘞。
哎呀，血浓于水啊，默契。哎，照你们这速度，有点悬哦。范大成，准备。默契。哎，你就不知道给我做张牌啊？老常，笑到最后才算是胜利啊！哎呦，动作快点！你怎么知道我爸拿着那么大碗啊？你爸爸刚才脸色虽然绷得这么紧，但你没看到，他的眼睛是会发光的。那你怎么知道他要绝方便呢？哎，这个呢，就是他拿牌的规律了。从下到上，都是桃花、梅方的顺序。这一轮呢，他拿方块是最长的，所以呢，我送给他方块。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什么？知识可以改变命运，细节可以搞定岳父。你以为你自己过关了是吗？何止过关啊，简直是通关，好吗？你真的没有留意他看我的眼神，一个眼睛是宠溺，另外一个眼睛呢是喜欢。那你知道两个眼睛加起来是什么吗？是爱。我做的这么好，是不是应该给我一点奖励呢？你好好开车啊！你一直在说话。别自个儿生闷气了，啊！哎，你看看你啊，现在是祖孙三代其乐融融。你再看看我，看看我那个蠢儿子，事业无成，婚姻无望，还整天搅和在他们两个人身边。哎，我真不知道他那个脑子到底在想什么。你在这儿坐以待毙，就是气出高血压了，也解决不了问题。哎呦，你要再说出去，我非气出病来不可。哎，你得向我好好学学啊，主动进攻。怎么攻？抓重点，攻软肋，挨个考验。你那叫考验啊？啊，你那是明明给了那小子家庭地位。我找女婿啊，只有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啊？会打牌。哎，你不是要把那些老家伙都叫来吧？啊？杀他个片甲不留，我去打个电话啊！哎呦，
我们电子调速器的开发速度已经基本达到了之前的预估，飞行面板在本周也可以完成80%了。老金，你那边呢？无刷电机和螺旋桨的设计方案呢，也给工厂了。他们说最迟周5把样品送来。不错，按照这样的进度，猎人很快就可以投入生产了。我们这么努力，年终奖金是不是不用愁了？年终奖金，先奖励你一个小金牌，自带鼓舞属性。只有这精神奖励啊！这健康不是最宝贵的物质奖励吗？唉，现在都几点了？对，北京时间11点整。小乔怎么还没来？想我啦？及时雨来了，来，交接班了。你来了，我就可以出去解决一下个人问题了。什么个人问题啊？要是婚姻大事就放你去。是常建雄的婚姻大事，赶紧去，千万别着急回来。老大，向你汇报工作呀。老大，你先看看我这个。常伯伯，哎，小文，快坐，快坐。哇，您都点了这么多菜了。看看我的这条战术怎么样？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有啊，这就是我儿子。这是一套拿下我那傻儿子的战术。你看这牛排，8分熟，这就好比是你们2人的关系，彼此很熟悉。可是要想再进一步，还差2成熟。您的意思是，时机未到？8分熟的牛排啊，口感最佳，现在是一口吞掉它的绝佳时机，而且是机不可失。可如果要等到10分熟，再想从朋友变成恋人，完了。再看这盘，这是强攻我傻儿子的突破口。通心粉，他喜欢吃这个。他的心是空的，但是以前他是这样的。心耳实，因为他那时候啊，心里只有南桥。不过你放心，据我的观察，他现在已经完全放下了对南桥的念想。现在谁能填满他空虚的内心，就能吃掉他。这个人啊，就是你问题。我明白了，我这段时间要多送温暖，多露面，让他的眼里只有我，慢慢的，他的心里也只有我了，让他变回这又细又长的意大利面。给情商高的人当参谋长啊，简直是享受。哎，常伯伯，这沙拉又是什么战术？这个嘛，哦，我明白了，您的意思是让常建雄吃醋。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他要是为你吃醋了，那不说明他在乎你了吗？他要是还有所行动了，可以肯定，他喜欢上你了。哎呀，战术已定，怎么部署行动呢？这个您放心，您可别忘了，我就是做公关的，您就等着
看我如何瓮中捉剑雄吧。好，那我有一条批示，绝不能手下留情。嗯，来，酸奶配西餐，什么招数？看似不协调，其实很搭配。这就好比你和常建雄。这个混搭，我喜欢。嗯。欢迎光临。干嘛？嘿，这件怎么样？不是你的风格吧？跟我风格不好啊。这套呢？这套确实是你的风格，不过这白裤子不太搭，不好。您先喝点果汁。谢谢。我们店里有几条裙子啊，特别适合您的气质。您稍等，我找给您看看。你们服务还挺周到的啊。我猜您平时就很喜欢喝果汁，看您皮肤这么好，通透红润有光泽。你看，这条裙子啊，特别衬你的气质。是挺漂亮，不过有点太长，好像不太方便。您穿上这条裙子就像公主一样，任何男人看到你都不会舍得再让您做事。哎，你觉得呢？不知道。我再看一下别的。这一条啊，简直就为您量身打造的，只有您这身材才 hold 得住啊。我这有试衣间，您要不试一下？来这边请。谢谢。太合适了。怎么样？这件衣服确实挺适合你的，不过背篓太多了，容易着凉。这样也挺好。出去吧。出去。少卡啊，这边请。谢谢你们。我是觉得这件衣服真的挺适合你，所以才送给你。不过这么有设计感的衣服裹这么严实，你到底懂不懂审美啊？我当然懂审美。你们的能力还有经验，我们已经了解了。还有什么要问的？差不多。哦，那今天先这样，有了结果，我们会尽快的通知你们。谢谢。行，谢谢。
网上还有一个人回复了简历，他已经到了。嗨，你跟着捣什么乱啊？既然你们都在面试了，那顺便面试一下我呗。这个留给你了。拜拜。玩得好吗？我叫郝杰，人如其名，好看的外表，杰出的大脑。哎呦，烦死了你！来，身高、体重、年龄。搭配保护纠缠欧阳琦刚刚好。你要应聘的这个职位，我给不了啊。南乔，你说句公道话，我这身材不错吧？颜值也及格吧？大脑就更不用说了。我这随便放在结婚市场都是一个抢手货，怎么到了欧阳琦这儿，我就成了残次品了？好歹我也是追女无数，他这个霸王花我就是怎么都踩不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颜值、身材和大脑不是你要应聘的这个职位的基本条件。如果你想应聘欧阳琦的未婚夫，其实只需要做好一辈子不离不弃的准备。我已经做好了一辈子的准备了，我甚至都跟他求婚了。你求婚了？他答应了吗？当然没。他竟然觉得只有被驯养的狗才适合找一个人当终身伴侣。人类这种高等动物呢，独居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我活了那么多年，我连条狗都不如。我现在是被他完全拒绝。他其实不是在拒绝你，我能看出来你是真的喜欢欧阳琦。我也希望他赶快的能过上自己的生活。我觉得小齐是喜欢你的，他可能只是不知道怎么放下南思吧。我可以等他，我有耐心，多长时间我都可以等他。这不是时间的问题。行了，你的面试结束了，至于你能不能被录取，我去努力一下。好，谢谢。玩得好吗？挺好的。聊得正好。我啊，这次去旅游，给你带了礼物，本来还想给你送过去。喝点什么？水。给。小乔，你干嘛？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我哥了，他说这些东西该物归原主了。不可能。你也知道不可能，你天天这么想，他就有可能了吗？你是不是该为自己考虑考虑啊？没有这些东西，怎么证明它存在过？别拿走，留给我。跟我去个地方。这儿什么都没变。你仔细看看，都变了。你第一次来我们家的时候，那棵树哪有那么高啊？我们家院里的垃圾桶都换新口了。你想说什么？以前没学过吗？静止是相对的，变化才是绝对的。我们周围所有的事物都在变化。
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。其实你也变了，你只是在跟南思保持相对的静止。我早就亲身经历过，承受能力已经到达我的极限。因为怕受伤害，就这样把自己关起来一辈子，不快乐吗？与其提心吊胆的过一辈子，还不如相忘于江湖。你现在最应该忘的就是我哥。加油！南思，这几年我还是习惯给你写信，我把他们寄到了你部队，却都因为查无此人被退了回来。我知道结果会是这样，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起。因为这会让我觉得，你还在世界的某个地方。我以后不会再给你写信了。听说你去南强那面试了？对啊。求的什么职位啊？你知道的呀。你说。你未婚夫。想清楚了吗？我想清楚了呀，我想得非常清楚，我可以接受试用期，而且一经录取，绝不离职，若有二心，任凭你处置。还有呢？还有你的猫、你的狗，还有你生活中的所有一切，都归我管，好吗？未婚夫，就这个职位？还是要转正的嘛。走吧。干嘛去？庆祝啊？回店里，你说的要给猫狗洗澡。好。乖乖。到了吧？
这机身的流线型，摸起来手感真不错。那么温总，你刚才说到的流线型呢，就是由我来设计的。还有这四肢这么纤细，哎，你别看它纤细，但是它的力量和韧性绝对超乎你们的想象。这碳纤维材质我选的好吧？你让开，温总，我这个摄像头设计的不赖。你看这镜头啊，多有神，多深邃。我跟你说啊，它这个视野飞起来啊，就跟那个鹰一样广阔。你们说，如果这个猎人是个人的话，那是不是一个完美男神啊？吃吧你。老大，你说我说的对吧？老大当然这么觉得了，我都能想到老大觉得那男神是谁。哎呀，设计的灵感的来源呐，